中午时分，当叶晨一个人坐在唐人街一家川菜馆里吃饭的时候，两辆移民局的警车无声地闪着警灯，忽然停在了饭店的门口。叶晨将一切看在眼中，却又假装无意，继续低头吃饭。这时，几名警察快速冲了进来，拿着一张照片对比了一下饭店里的客人，忽然冲到叶晨面前，高声质问道：“你是从马来西亚偷渡到美国的叶晨吗？”叶晨抬起头，无辜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”那警察再次核对照片，随即冷笑一声，对身边的同事说道：“就是他，带走。”话音刚落，几名警察便冲上前来，将叶晨双臂拧到后背，顺势便要将他铐住。叶晨假意挣扎了几下，当对方做出摸枪动作之后，他便赶紧老实起来，不再挣扎反抗。随后，警察将他铐起来，带出饭店，塞进了其中一辆警车的后排。警车一路呼啸，直奔移民局而去。此时的警员并不知道叶晨的任何情况，他们只知道上级通知他们，有一个涉嫌多起盗窃案的马来西亚非法移民出现在唐人街一家餐厅，让他们抓紧时间将人缉拿归案。几人将叶晨带回移民局之后，没收了他身上的马来西亚护照，以及一部不值钱的老款手机和200多美元的现金。在核对了护照上的身份信息之后，移民局便坐实了叶晨马来西亚非法移民的身份。随后，叶晨便被暂时关进了移民局的拘留室，等待下一步处理。当叶晨来到拘留室的时候，狭小的拘留室内已经关了至少20几人，这些人肤色各异，每一个都显得非常颓废和惊恐。见叶晨进来，这些人纷纷将目光瞄向了他。随后，一位胡子邋遢的亚洲男人便用口音很浓的英语问他：“你是日本人吗？”叶晨摇摇头：“我是马来西亚人，父母是华夏人。”另一个亚洲面孔的寸头男一听这话，顿时兴奋地问道：“哥们儿，我是华夏人，咱俩算半个同胞啊。”叶晨点点头，问他：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那寸头男笑了笑，自嘲道：“还能是怎么进来的？走线被抓进来的呗，一没身份，二没收入，带的钱走线的路上也让人抢光了。来了美国没个落脚的地方，天天在公园搭帐篷，帐篷还他妈让老黑抢走了。我想偷辆自行车送外卖，结果被警察抓了，给送这里来了。”叶晨皱了皱眉：“你走线进来，按理说应该去洛杉矶啊，那里离墨西哥近一些，怎么跑纽约来了？”寸头男一拍大腿：“哥们你也懂行啊，你也是走线进来的？”叶晨摇摇头：“我坐船来的。”寸头男有些失望，感叹道：“还是你们坐船的好啊，从老家上船，晃荡个把月也就到了，不像我们走线的，这一路老他妈苦了。”哥们儿不夸张地说：“不死也扒3层皮。”这时，人群中有人嘟囔道：“坐船好个屁，走线起码一直站在的上。坐船最后1公里可能得靠游的，我们同船60多人，上岸的也就一半，剩下的都不知道让海浪卷哪里去了。”寸头男一听这话，缩了缩脖子，感叹道：“反正我他妈是真后悔了，这地儿哪是他妈的人间天堂啊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。那骗子中介来之前跟我说，到了就算洗碗1个月也能赚7、8千美金，真等我来了之后，华人餐厅里1个碗都恨不得8个人抢着洗。”说着，他又对叶晨说道：“哥们，你不是问我咋没去洛杉矶吗？其实我最开始去的就是洛杉矶，从墨西哥翻进来之后，我们一大帮人就先冲了洛杉矶。到了之后才发现，哪他妈有那么高工资的工作啊，都他妈中介瞎编的。我在那露宿街头10几天，
每天就只能吃点救济粮，那救济粮也就勉强吃个3分饱，然后就是睡大街。帐篷不是让老黑抢了吗？一个同乡就说洛杉矶竞争太他妈激烈了，要不就来纽约试试运气。叶晨好奇地问道，西海岸到东海岸这么远，你们怎么过来的？寸头男嘿嘿一笑，扒火车来的，老他妈远了，得亏跟着几个老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他们一天到晚扒火车到处跑，我们就跟着一路到了纽约，手都扒秃噜皮了。来了纽约之后，确实也感叹纽约是真他娘繁华啊，这么大的城市，总能有我的落脚之处了吧。然后我就寻思去唐人街找份工作，工作是找到了，给华人餐厅送外卖，可是我没车啊，总不能腿着送吧，干脆就偷了辆自行车，这不就让抓进来了？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，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寸头男惆怅地说道，我哪知道啊，按说我这事儿不值得关监狱，你是不知道，美国监狱都他妈快挤爆了，非法移民小偷小摸，大概率关几天就放出去了。我本来以为能给我遣返回去呢，结果他们现在也懒得管这事儿了。我这出去之后还得睡大街，我他妈要早知道美利坚是这个调样，打死我也不来。叶晨点点头说道，如果能找到机会，还是回国吧。寸头男摇头道，我是想回去，可我没护照啊，又没钱，美国人也不遣返我咋回呢？总不能原路再走线回去吧？这一趟要1万多美金呢。叶晨耸了耸肩，那就想办法多攒点钱回去。寸头男快哭了，大哥，我就是攒了好久的钱才来的，一路上把一辈子没吃过的苦都吃完了，要是再攒好久的钱回去，我冤不冤啊？叶晨不禁哑然失笑，问他，你来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那人嘿嘿一笑说道，工地、外卖、桑、群演，反正啥都干过。叶晨点点头，这种情况他也不好多做点评，非法移民的生活本就艰难无比，一般情况下只有本地最底层都不愿意做的工作才会轮到非法移民。陈肇中当年在港岛市金融领域的翘楚，可到了美国也只能开一家烧鹅店度日，更何况这种身无长技的普通人。此时寸头男自己悠悠道，不过说心里话，能回去我还真想回去，这地方跟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。这时又有几名非法移民被警察带来，关进了拘留室里。其中一名黄皮肤的警察看向叶晨，开口道，叶晨，跟我出来。寸头男好奇地问，哥们，他叫你呢？是叫我呢。叶晨点点头，向寸头男打了个招呼，走了啊。寸头男有些失落地说道，你怎么刚进来就放出去了？那黄皮肤的警察看了寸头男一眼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，他要转到布鲁克林监狱去了。寸头男吓得一怔，望着叶晨的背影开口道，哥们，你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？我听说美国监狱可他妈乱了，你可加小心啊。叶晨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，开口道，放心吧，再见了。那黄皮肤的警察带着叶晨前往办公区域，在一个无人的转角处，低声对叶晨说道，先生，我们局长已经走了快速通道，马上就送您去布鲁克林监狱，那里有我一个线人，您到了之后可以找他，他叫卢卡斯，巴西人，人称布鲁克林监狱万事通，关于监狱内部的情况可以向他打听，只需要跟他说您是安德鲁介绍的就好，他肯定会不遗余力配合您的。好的，我记下了。叶晨轻点了点头，想来这个警察应该是费家下面情报网中的一员。对费家这种顶尖的大家族来说，
肯定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，在美国编织一张自己的情报网，上到国会，下到警局以及各大政府机构内，肯定都会有他们的人。而且为了自身的安全性和保密性，这张情报网一定会被划分成多个不同的层级，上面层层向下把控，下面层层向上服务，而且不允许越层指挥、越层汇报，甚至许多敏感信息都要层层隔绝。有时候可能只有最高一层的人知道自己是在为费加服务，除了他们之外，下面的层级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其实是费加情报网中的一员。如此一来，就能确保这张情报网足够安全。很快，叶晨在移民局走了一个转监的流程，便直接被警察带着钱往布鲁克林监狱。布鲁克林监狱虽然不算大，但因为本身就在布鲁克林这个纽约最乱、犯罪率最高的街区，所以这里的关押的犯人也是重刑犯居多，而且大多是杀人放火、抢劫贩毒的帮派分子。在纽约的监狱系统内，布鲁克林监狱是环境最乱最差的那个，没有之一。几乎所有的狱警都不愿在这家监狱工作。当叶晨被带到布鲁克林监狱之后，通过快速的收监流程之后，很快便被分到了监狱的第一监区。布鲁克林监狱由于地处市区，是一栋整体封闭的多层独立建筑，并没有露天的操场，所以公共场所、室内活动区域在整栋建筑的中央位置。在公共场所两侧，便是第一监区和第二监区。两个监区里的犯人，只有在吃饭以及活动的时候才能碰面。叶晨办完手续，换了囚服之后，便拿着自己的洗漱用品，跟着狱警来到了第一监区。真正进了监区，叶晨才发现，这所监狱简直比难民营还要脏乱差。在这里，根本不存在美国影视剧里那种2人一间还配有独立厕所的牢房。这里一间牢房内，甚至挤了几十号人，各种族的犯人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被关在其中。房间里除了床还是床，拥挤不堪。叶晨一路走来，路过的所有牢房都格外嘈杂，甚至有不少好事之徒看到有新的犯人进来，隔着铁栅栏高声喊叫，吹着口哨，用塑料被子将铁栅栏砸得哐哐直响，口中叫喊着一些类似菜鸟之类的称谓。甚至还有不少一脸变态的男人，在看到细皮嫩肉的叶晨，竟然喊出一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。叶晨面无表情地一路走过，将所有对自己大喊大叫的模样一一记下，尤其是那些满脸变态之色的牲口，更是让他心生厌恶。于是便忍不住喃喃道：这个屎一样的地方，也该好好整治整治了。